首先14亿人呢，他也不是甘心被他掌握，是不得不被掌握，因为他们没法反抗，那共产党拿走了。控制他们一切嘛，他们现在想反抗的话，他们自己会遇到很大麻烦。所以中国人基本上他有反抗的心，但是你想叫他凝聚起来，现在看上去好像比较难，是吧？那么习近平啊，说他有没有文化？其实啊，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不看重你有没有文化，这是他不看，他看重的是党性。什么是党性啊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你能不能跟党保持一致？党叫你杀人你就得杀人，党叫你怎么样就得怎么样。从共产党的起家到习近平这一代啊，他一直都是心狠手辣的。那这个是共产党的它的性质决定的。马克思主义里边，他要大家，对共产党呢，就是有一个可能要建立一个概念，就是共产党它是一个宗教，它真的是个宗教。它的平时它有党校的，党校学习。共产党，如果你真的学进去了，成为他的党徒，真的去仔细研究了他的理论之后。你要成为他的一个真正的党员啊，死心塌地成为一个党员，那你真的会成为一个邪教徒。因为共产党的理论，它里边很多，比如说啊，他就是说共产党要怎么建立啊？他要消灭一切现有的阶级，他才能建立。所以说，他对一切都是视为敌对的，他对宗教是敌对的，对传统皇权是敌对的。那这个苏联10月革命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沙皇家庭就都给枪毙了嘛。那么就是说，他对于其他知识分子，中共在建政之后，对于威胁到他的知识分子，甚至富农啊、地主，然后这个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当初的国民党啊，蒋介石的当时在大陆的国民党，他们的遗留下来的军队呀、一些政府官员呢，都是批斗杀死啊，严重的会杀死了很多人。所以说，共产党它是要消灭这些阶级的，它要建立这个无产阶级。实际上，说到这儿啊，其实现在共产党，我在我的那个节目里边也经常会提到这一点，就是说，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的共产党，它只不过维持共产党这个名字、这个名义，在维持它的统治。实际现在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流氓团伙加一个邪教的这个外壳，对吧？他以前的共产党他也不，因为以前共产党他是要消灭一切阶级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，对吧？他是要流氓地痞这些人起来，然后掌权，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它是敌视的。你想开公司，想挣钱，这是反社会主义，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的。但是共产党他很奸猾呀，邓小平那一代他开始改革开放，他开始要适应时代，什么所谓的什么。不管黑猫白猫，什么抓着耗子就是好猫，那意思就是说我管你搞不搞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，我只要挣到钱啊，只要这个把中国这个他这个度过执政危机就行啊，实际他就是这么想的。那所以就是中共现在搞起了一个挂羊头卖狗肉。那现在共产党也不是当初的共产党了。如果把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放到现在的共产党，习近平这波人要被那波共产党给斗死的，因为这波人是现在最大的资本家，是最大的反党的那派。他是反共产党的，但是呢，他反过来他要用共产党的理论维持统治，所以说他处处都存在这样一个人格分裂的一个情况，所以我总说他不长久，因为这样人格分裂它是没法持续的。就说呀，他现在呀，他的共产党已经不是当初的共产党了。那么就是说呀，这整个这共产党啊，它这个发展下来，那整个它这个过程，那它就是都是这样一个情况。那习近平呢？他这个人呢，就无论是这么说吧，无论当初的共产党还是现在的共产党，他呢，对这个你的知识啊什么样，他都不看重的。他虽然现在呢，他跟以前有所不同，他也是在维持，他既然延续了党，他延续的他是这个中共的他的这个统治的这波人，对吧？这波红色家族、红色权贵啊，这波人还在，还是这波人。那他维持下来的还有共产党的理论，他党校还有，他还要用共产党的理论去包装、去粉饰、去给人洗脑，这些他都保留下来了。因为不保留这些，因为如果不保留这些的话，他真的就变成完全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了。那他也脸上也挂不住，他也没法再骗人了，所以他必须维持这些形式。特别是最重要的，就当初共产党的那些红色权贵家族啊，他们。那个大概100个、200个那些中国的超级红色权贵，这些人都是当初这个共产党所谓的打天下的这些人，
他们这些家族呢，牢牢控制着中国的一切。那么我们去追查中国的那些大公司什么的哈，企业什么，往后追到底都是这些人。追到底的，他们拿着中国99%的财富，只分给你14亿人1%啊，你们需要去当他们90%拿着99%的财富的人的这个铜墙铁壁啊。他们只有200来个家庭或者100多个这样的家庭啊，他们控制着，他们是集体世袭制。就是说，不管你有没有，就是我这么说吧，以前的皇权它是单独世袭嘛，对吧？一个家庭世袭，但是它这么集体来这个确定下一步谁掌权，然后它是你不管谁下一步换谁，就算习近平下去了，下一个上来的还得是这个，就说中共这个实权呢，还是掌握在这个红色家族的手里面的，他不会给别人，不会给外人。那就算有一个。假如说上来一个，他可能不是红色权贵家族里面，但他也只不过是个傀儡，是一个代理人。那真正的那个权力啊，是掌握在那些人的手里边的。那这样一来呢，他这也是造成一个原因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说它里边的这种继承机制啊，它并不一定是任人唯贤的。它首先它就把这一点排除很多了，它变成了任人唯红，你必须是红色的苗，这是一点吧，对吧？这他就把这个有知识的人刷掉一大堆。那好了，那在这个红色权贵的大圈子里边，当然它里边也有新贵啊，有一些新贵是后来这个掌权之后发展起来的一个势力，它也算是，它并不一定是打江山的，它可能是后来发展起来的，它也是在这个圈子里边的。那么，它这个里边这个圈子它世袭的话。那可能有的人有知识，有的人他没有知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是得看谁的党性更强。那这个就比如说这个64的时候，那64的时候，我们总说江泽民啊，这个人他前党魁嘛，中共前党魁江泽民，他的上台呢，他是64事件的最大受益者。64的这个开枪的命令啊，可能不是他直接下的，因为他当时也没有那个权利。是李鹏啊或者邓小平他们下的令，但是呢，江泽民他借着64这个事件，他表现很好，他支持中共去枪杀学生，他支持对人民采取暴力，他坚定的站在了邓小平的那一边，得到了他们的赏识，觉得这个人党性强。当时还有别人呢，但是就是江泽民，他也算是红色家族里边的，因为他本人他其实没什么，他的父亲是个汉奸，他亲生父亲是个汉奸。但是他没有，他认了他的养父做他的父亲，他的养父是共产党的地下党，是给共产党立过功的，所以说呢，他也算是中共一个红二代里边的一个其中之一啊。然后呢，江泽民呢，他就这样呢，他就进入权力层了，他是踩着64学生的血进去的，他是非常支持去枪杀学生啊，这样他就受益了。那这样的人上，江泽民有知识吗？江泽民没有任何的文化，他是一个科长，一个地区的小科长。他怎么上台？他就是靠这种站队、政治表态，然后呢，他整人嘛，就中国有句话叫整人啊，就是说他搞小圈子去排斥异己，他这个特别的，他玩的特别的，他是搞自己的一个黑帮团伙。为什么他掌权之后，中共里面出了个江派呀？就是因为他总是搞小圈子啊，他就像黑老大似的。OK， 你给我办事了，我给你好处，给你金钱美女，给你让你享尽荣华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给我，但是办的事儿全是恶事儿，全是坏事儿，都是这样的。那活摘器官就是江泽民下的令，但是呢，你帮他活摘器官了，他给你钱呢，那就是这样的，他就是靠这个收买。所以说，像江泽民，他有文化，他也没有文化，他会说2句英语，那个东西，那搞不好那个找个中学老师来当那个中共总书记，说的比他还好。所以说这都不算什么。那这个东西就是说，他本身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知识储备。那到现在，习近平他选择也是靠这个红色的派系他选上来的。那他上台之后呢，他完全是靠这个共产党内部的世袭啊，他是隔代指定接班人嘛。那习近平之前就指定他了啊，就叫他上来。那不是他上来，那之前那个有一个政变团伙叫薄熙来嘛，对吧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想叫他上，薄熙来也没文化，他也没说。文革的时候，他自己亲自一脚把自己的父亲的肋骨踹断了，他都能做出这么心狠手辣的事儿。所以说呀，从江泽民到薄熙来，在习近平也是
你说他的这个手段，他就没有手段吗？他其实也是挺狠的一个人物，因为他之前的什么所谓的打虎运动，他打下了几百万个他的在党内的一己势力也好啊，还是什么势力也好，他打下了几百万人，所以他的这个手段也是手腕也是很强硬，只不过他对一些政治的智慧可能缺少一些政治智慧，但是他在整人上啊也是中共那套东西，所以说呀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中共上来的这些人，从邓小平、江泽民什么。没到这个政变被打压下去的薄熙来，还有这个现在的习近平，都是心狠手辣之人。所以说，共产党当他的总书记不需要知识，他要看你是不是心狠手辣，是不是敢整人，是不是敢于用血去维护共产党的这个续命。只要能做到这一点，你才具备中共总书记的资格。所以说，他的挑人绝对不是挑你有知识，你可以当他的谋臣，可以当他的这个御用文人，你不一定去当头。所以说呢，它是这么样一个体制，它是一个流氓控制下面所有的，所以很多事儿搞得也是这个一塌糊涂嘛。那共产党它整个下来，它一直也就是这样一个传统。李克强他有点知识，有点那什么，但是他只是总理，他也不太可能，因为那为什么不能他去做总书记啊？那就是手腕上他就没达到那么，可能就没那么狠吧。没那么他也就说，现在中共那圈人呢，可能都不怎么样，但是呢，就说相比之下，谁更狠，那你谁就可能就能出头。那最后就想分享一点，就习近平啊，他们这波人呢，他这个年龄的人呢，都是那个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。他虽然受过中国有很多像他一样在文革中受过中共的迫害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认清中共，他没有摆脱中共，他认为中共这套东西还是好的，就像那个《魔戒》里那个弗罗多。他带着魔戒，那个魔戒的魔力最后吸引到他，他被魔戒迫害的那么严重，他都不愿意放弃的，到最后要毁掉魔戒的时候，他都犹豫了。他说：“这个谁带这个魔戒？因为那个权力的诱惑呀，那个魔戒那种诱惑哈，魔性的诱惑，他就要这个是我的，他不想给他摘掉。最后还是那个咕噜给他咬断手指头，完他激怒他了，然后最后那个魔戒被动的被销毁了，他自己主动的还没有战胜魔戒的诱惑。”那共产党他这个权力就像这个魔戒一样，你谁当了共产党的头，哎，你就有了这样一个哈。对，我就是刚才举例子了，我就说呀，习近平呢，他们这代人呢，他们都是他在共产党的社会里熏陶，他虽然受共产党迫害，像魔戒一样，但是呢，那共产党的那个，你当了共产党的官员，你在国内趾高气扬，你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你可以为所欲为，飞扬跋扈，真的。你在大陆做共产党的官员，不像在台湾，一堆人给你提意见，是吧？你这个做了一点事儿，下面的老百姓啊，媒体报道你，然后社交媒体传播你的谣言也好，真相也好什么的，反正在台湾当这个政治领袖人物就很难，因为你要受到各方面的这个政治的压迫。好像有的人都说，我可不会去台湾当政治家，因为这个太累了哈，因为就是要受方方面面的这个批评。中共不是，你去中国太舒服了。你当共产党的官员，你可以为所欲为，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你到这样的情况下，那他在共产党的体制里，他虽然受了共产党的迫害，但是他还要共产党的，他觉得这个东西舒服，觉得这个东西可以享受是好的东西，他认为他可以给他带来利益，所以说他就被迷惑了呀，他就要继续维持这个权利嘛。所以说他这代人都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，有些人也受过迫害，但是他没有认清中共，他认为中共这个东西还能给他带来幸福哈，能给他带来享受，这是一点。那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，就是说这一代人他没读过书，没读过什么书，因为文革它本来就是反文化的，对吧？它就是文化大革命嘛，那西方文化它也反，闭关锁国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它也反。那会儿就是大家打架，上大街打架啊。小学生、中学生全上大街，分成两派，造反派啊，什么保皇，这两派一起打来打去，最后这10年就这么过去了。完上山下乡，向农民学习，学种地，学这个干农活这些事儿。习近平不就去了梁家河嘛，200斤担子不就那么来的嘛？所以这波人他们没读过书，他们会的就是毛泽东那一套。你看薄熙来也是跟习近平年龄差不多。薄熙来也是就是毛泽东那一套，共产党那一套，所以说他们这波人成长起来，他没有别的，他就是共产党这些东西。对民主来讲，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陌生，他们不知道民主是什么。
然后他们就养成了一个妄自尊大。我最后回答您刚才提到那个问题，就是说他为什么在这个稿子里说 OK， 我读完没有啊，是吧？那就是因为什么呢？他在那个环境里啊，他妄自尊大嘛，代代领导人都是这样，特别是到他现在，他成为一尊了，他更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呢，他在他那个环境里边，他就是说了算，我就是老大，我说什么我这个。我怎么样你都不会笑话我，因为我就是皇帝，对吧？这习近平真的就是把自己当成皇帝，他也在享受自己的那个东西，所以说他在国际会议的场合里，他也认为东升西降，他也认为他是老大，他也认为他已经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了，他已经养成了那种唯我独尊的习惯了，所以说他很随意的就说了一句：“哎呀，我这稿子我这段读过了吧，是吧？我读完了没有啊？”他就很随意的说出这句话，是跟旁边的人说的，那意思就是说叫他来给你服务，你看一看我这个是不是读的怎么样？他就是一个中共的典型的官老爷的一个官腔的一个状态啊，他就是他之所以说出这句话，就是因为他把这个妄自尊大呀，已经是形成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性行为，所以说在那样的国际性场合，他也不在乎，而且那些国家可能很多都是。有求于他的，他这是在什么会议上啊？是在什么共产党主办的全世界政党大会。那能来的政党基本上不是有求于中共的，那就是跟中共同样的是左翼政党，那就是臭味相投吧，都是这样的人。他一想，你们这都是有求于我的，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他在国内就是已经那样的了，他对外国这些有求于他的，他更是不放在眼里。所以说他这么就是说他有什么事儿，他随便就轻易出口了，他不会觉得丢人，他会觉得他就是那样的状态，他就是老大。